国庆假期，主张出国旅游的妻子却临时变卦，把我扔在异国他乡，他自己回国。我并不生气，独自完成旅程。回到家，妻子的初恋发了条短视频，是由妻子和他在国内旅游、登山、滑雪、蹦极的上千张照片组成。配文：放假就要牵着爱人的手游遍祖国。我评论祝福，妻子却威胁我删除，再乱吃醋回来就跟我离婚。可他不知道，我等他这句话已经很久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国庆结束的前一天凌晨，我被妻子的电话吵醒。虹桥机场，我和秦汉半小时落地来接我们。以前妻子旅游回来，我每次都会提前去接，这次我直接挂断电话，翻个身继续睡觉。不知到了几点，卧室门被一脚踢开，妻子气势汹汹走进来，暴力拽走床侧的枕头，出去时又重重关上门。我被吵醒，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紧接着客厅又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忍了好久都没停。我走出去，想提醒他小声点，妻子却阴沉着脸，阴阳怪气：“哟，你还会醒啊？敢挂我的电话，我还当你困得睡死过去了。我不就跟秦汉出去旅游几天，把你留在国外了，你至于吃醋到现在还不消停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想玩玩，不想玩就回国，很难吗？”我捏了捏眉心，无奈道：“不是。”还说不是？你在秦汉视频底下评论那句祝福是什么意思？真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机？同样是男人，秦汉可比你大度多了。今晚要不是他陪着我等车，恐怕我现在都回不到家。作为一个丈夫，你称职吗？秦汉只是陪他等车，就是优秀完美。我6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反倒是一文不值了。我懒得跟他争执，只是淡淡道：“你真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小声点，邻居会投诉。”妻子的表情有一瞬的难以置信，她的脸色怒到了极致，砰地摔门回了卧室，终于消停了。我吁了口气，去关客厅灯，才注意到地上一片狼藉，尤其是那张被摔碎的结婚照。妻子很抵触拍照，我们6年婚姻也仅仅只有这一张合照，我特意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，每天看。没想到这次却被摔得粉碎。又想起国庆这几天，秦汉晒出跟妻子旅游时拍的上千张合照，只觉得讽刺极了。我没有像往常去收拾残局，回房继续补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睡到自然醒才起，妻子不在家，客厅那些碎物已经被打扫过，结婚照也被收起来了。我有些意外，毕竟他从来不做家务。这时手机忽然响起来，领导问我：“林青，公司这次外派主管级去国外学习1年，你确认要去了？跟你老婆商量好没？这次可不能改动了呀。”我再三确认，领导才终于放心。3年前同样的机会，我为了方便照顾妻子选择放弃。曾经的下属如今都升职加薪远超于我，这次我不会再错过任何机会。紧接着手机弹出一条信息：蓝爵餐厅中午12点等你。我愣住了，这是妻子破天荒头一次主动约我吃饭。昨晚那场吵架放在以前，他至少会跟我冷战3天才会罢休。或许他在为国庆的事心虚，不管他是怎么想的，有些事是该说清楚了。蓝爵餐厅是我最爱吃的地方，我邀请过妻子很多次，她都没空。若是以前他选在这跟我约会，我肯定会很欣慰，认为他心里有我。可现在我倒觉得，作为分手的仪式感，还是挺合适的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
服务员都催了3次，妻子还没过来。我发信息询问，又注意到他的头像。国庆前我们还是情侣头像，中途他抛下我独自回国找秦汉旅游后，就变成了单人风景照。其实他的心思很明显了，当时我还为此痛苦难受，现在倒觉得挺好，起码等会谈离婚应该会顺利。消息发过去5分钟，妻子还没回复。以前他经常会约会迟到，我每次都会无怨无悔等他，连问他到哪里的消息都不敢发，生怕他以为我催他。只是没想到这次是他主动邀约，竟然还会迟到。我不等了，直接点菜开吃。半小时后，我酒足饭饱，准备结账走人，妻子才姗姗来迟。可当看到满桌的残羹剩饭后，脸色顿时沉下来。我还没到，谁让你先吃的？我指了指时间，平静道：你迟到2个小时。妻子还想说什么，可话到嘴边，忽然又止住，沉着脸坐到对面位置，一副饶我一次的姿态，从包里拿出一枚戒指。诺，你一直都想要的礼物，这次我旅游专门给你买的。若是前几天我没有自虐般放大去看秦汉发的上千张照片，恐怕都认不出这戒指跟秦汉手上戴的是同一个牌子。但不同的是，妻子手里这枚是赠品，并且尺寸也不合适。我没有接，只是淡淡道：不用了，送秦汉吧。妻子突然不耐烦道：林青，你还在闹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我跟秦汉已经是过去式，去旅游只是年少许下的约定，你能不能别总抓着不放？今天我约你吃饭，送你礼物，不是来听你阴阳怪气的。这戒指你到底要不要？不要我就扔了。说着，他就抓起戒指，作势要往垃圾桶里扔。我面无表情看着他的表演，妻子更怒了，一把将戒指摔进垃圾桶，然后做出一副等着我去捡的模样。以前他发火摔东西，都是我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，他以为我只是嘴硬，等戒指真扔了，我肯定会扑过去阻拦，甚至翻垃圾桶。可他错了，我始终没动静，慢悠悠从身后掏出一份协议。夏宁，我们离婚吧。妻子愣了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重复了离婚，并指着协议条款道：婚内财产70%归你，有异议吗？妻子难以置信地瞪大眼，忽然站起身指着我，脸色怒到了极致，声音都有些颤抖。就因为那点小事你就要跟我离婚？林青，你真是出息了呀！我告诉你，离婚只能由我提，你没这个资格。说完，抓起桌上的协议就撕成了碎片。他怒气冲冲转身离开，我却困惑了。夏宁不是应该很希望跟我离婚，与秦汉在一起吗？他为什么还会这么愤怒？难道是财产分少了？我不想再猜，婚姻绑不住要离开的人。今晚我就会搬出去，准备出国工作，不会再见了。去公司走完流程，我就回家收拾行李。这个家属于我的东西很少，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。正准备出门，夏宁回来了，看着我拖着行李箱，他的脸色微变，连忙拉住我：你干什么去？就因为中午说了你2句，你就要离家出走？你几岁了还闹这一出？我淡淡道：我没闹，只是想分得清楚点。夏宁却打量了我几眼，一副看透我的表情。都把自己东西搬空了，还说你没闹？你不就是吃醋我跟秦汉吗？大不了以后我不跟他来往了。他的语气缓和几分，轻声道：好了，快把东西拿回去，我饿了，你去给我做饭。以前冷战，他说饿了就是给我台阶下，我都是赶紧顺着下，屁颠屁颠给他做饭，不然台阶就没了。这次我却觉得很无语，正想说话，夏宁忽然踮起脚亲了我一口。
乖了，去做饭，等晚上老婆给你按摩好不好？若是以往他这么对我，我肯定什么气都消了。可现在我只觉得饭恶心，我退后一步，拉开距离，才说不必了。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夏宁顿时恼羞成怒，指着大门尖声道：“林青，你今天要是敢滚，就永远别回来！”我毫不迟疑，拉着行李箱就要走。这时秦汉忽然出现在门口，眼神在我跟夏宁身上转了转，笑起来：“青哥，我来给小宁送旅游洗好的照片，你要看看吗？”我还没回答，他就挑出一张两人在大瀑布前的贴脸合照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张小宁笑得特可爱。”说话时还有意无意地露出手指戴的戒指。夏宁中午送的戒指正是他的赠品。夏宁神色微变，忙上去把照片夺过来，声音还有些紧张：“林青，秦汉他这人没什么心眼，这戒指……”我看得出他的心虚，却并不生气，反而坦然笑了下：“挺好的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”我刚要走，秦汉连忙拦住我，假惺惺地挽留几句。夏宁却厉声打断：“别拦他，让他滚！”接着狠狠剜了我一眼，拽着秦汉往屋里走。他爱去哪去哪。阿汉，今晚你留下陪我。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激怒我，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气疯了，阻止他跟秦汉单独相处。可现在，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带着行李到附近酒店住下。以前我就是这里的常客，每次夏宁跟我吵架，闹得狠了，就把我赶出来，我都会来这里暂住。不过这次有些特殊，我真的要离开了。明天出国的机票都订好了。至于离婚，等夏宁想清楚，我再回国配合他办手续。对现在的我而言，工作最要紧。晚上刷手机时，我忽然看到夏宁发了条朋友圈，照片上夏宁穿着浴袍在镜子面前，她身后男人穿着我的睡衣正为她吹头发。男人没露脸，但明显是秦汉，配文更暧昧：“爱，大概就是他只对你许下温柔。”我知道他们两情相悦，但也没料到会这么明目张胆。我猜夏宁是故意发给我看的，可我心里却毫无波澜。这时底下突然刷新一条小舅子的评论：“姐夫对姐姐真好，住99。”夏宁的家人都不太喜欢我，因为我不是本地人。小舅子更是从来没有喊过我姐夫。这句姐夫显然是在叫秦汉。原来他们私下关系这么好，我现在才发现。不过也不重要了，我退出界面，刷美女视频消遣。以前我恪守妇道，从不敢刷任何异性，生怕夏宁会跟我吵架。现在终于自由了，玩困了正要睡觉，小舅子却忽然打来电话质问：“林青，我姐跟别的男人在家，你就不回去看看？你算什么男人？”奇怪了，这还是小舅子第一次关心我和夏宁的婚姻。以前他可巴不得我们离婚，这次他是被谁指使的？我心里大概有数。我淡淡道：“那是你新姐夫，没事。”说完，也不管那边再怎么解释狡辩，我直接挂断了。第二天睡醒，我又被朋友的电话吵醒：“林青，你跟你老婆吵架了？昨晚她发想离婚的朋友圈，你俩闹啥呢？”被朋友提醒，我才看到昨天深夜妻子又发了条朋友圈：“男人不爱的婚姻，还有必要维持吗？”底下很多共同朋友都在八卦。我跟朋友解释打算离婚，下午就要出国的决定。朋友还劝我：“你爱了夏宁这么多年，真的舍得吗？我看他对你好像还……”真正的心死不是一两件事造成的，而是日积月累的失望。见我心意已决，朋友也不再多劝，来找我吃饭，亲自送我去机场。到
到机场大厅，朋友去卫生间，我在原地等他。没想到会偶遇夏宁和秦汉，他们身边还有小舅子以及夏宁几个闺蜜。小宁，秦汉刚跟你团聚就要出差，你会不会想他呀？肯定会想了，他俩上学就是一对儿。夏宁和秦汉站在一起，身体贴得很近，两人脸上都有些羞涩的笑意。姐，你就跟废物林青离婚吧，跟汉哥在一块，他肯定让你更幸福。小舅子笑嘻嘻地打趣。夏宁羞恼地打了他一下，却也没反驳。我想走得远一点，别被他看见了，可偏偏事与愿违。夏宁声音马上从我身后响起，林青。接着他快步走过来，我只好回头。夏宁的神色有些惊讶，还有些得意，冷哼道：不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吗？还跟踪我们干什么？怎么听说秦汉要走了，一下没危机感了？我有些头大。不是。夏宁马上把我打断，一副看穿我的模样，好笑道：还装啊？昨天那2条朋友圈是我故意让你看到的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不过你必须马上过去跟秦汉道歉，谁让你乱吃醋，误会我们？道了歉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原谅你。我皱眉看着他自说自话，忍不住说：我没跟踪你，我是要出国工作。夏宁嗤了一声，刚想说话，我朋友正好过来听到，帮忙解释：夏宁，林青真的要出国，我送他过来的。夏宁不耐烦地蹙眉道：林青，我都答应原谅你了，你还找个朋友来演戏骗我，有意思吗？这时秦汉、小舅子和那些闺蜜闻声走过来，一个个指责我跟踪狂，说谎骗人。不是，我真的。够了，你再继续演，别怪我真的不要你了。夏宁冷着脸拽住我的行李箱，发出最后通牒。这时机场大厅忽然响起广播，请林青先生尽快到检票台核验登机。下一秒，我甩开夏宁的手，跟朋友示意快步去检票。夏宁难以置信地愣在了当场。林青，你站住！谁让你出国的？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？夏宁反应过来，就朝着我跑过去，厉声大喊。我只好加快脚步进入检票区。隐约间，我听到夏宁似乎重重摔到地上，哭了出来，还在着急地喊我的名字。很快，小舅子他们就过来扶他起来了。夏宁的哭声在我耳中盘旋很久，我心里有些异样，他原来也会为我哭啊！印象中，每次他都是很生气地挑剔我。看来我这6年到底是在他心里刻下痕迹了。可我清楚，这种感情只有失去才会有。如果我回头，必将重蹈覆辙。快登机时，手机不停地震动起来，全都是夏宁发来的信息，加起来比他这1年发给我的字数都多。林青，你出国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是你老婆，你不是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的吗？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冲动？下面的我都懒得翻了，我直接点进他朋友圈，把昨天秦汉给他吹头发的照片截图转发给他，回复了一句：下次我会抽空回国跟你办离婚手续。夏宁秒回：我不同意。速度之快让我啧舌。以前我发个消息，他最快也得1个小时才会回复，已读不回更是常态。紧接着他又打来视频通话，我拒接。短信轰炸继续。我说了，朋友圈是故意发给你看的，我跟秦汉没什么，你马上回来，听到没有？秦汉穿我的睡衣，总不算是 P 上去的吧？我懒得揭穿他。关机，找到位置倒头就睡。等下了飞机，我看着异国风情，感慨万千。可能是冥冥中注定，国庆假我就在这个地方被夏宁独自丢下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
又回来了。那时我很痛苦，再加上外语不太好，走路不小心撞到个老外，他二话不说就动起手来。虽然我把他打趴下，可他却找来了一群混混，对我暴力抢劫。我身无分文，又无法跟当地人交流，差点就回不去了。幸亏有个叫楚玲的华裔女大学生帮助了我，借给我钱，带我去报案。从那时我就彻底对夏宁死了心，去酒店办好入住。我给楚玲打电话，告诉她我以后会在这里常住。楚玲马上说来找我玩，她的学校就在附近。我请她到餐厅吃饭，闲聊时，朋友突然打来电话，听上去很抱歉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林，我被夏宁他逼问的实在没办法，我只好把你出差国外的事都老实交代了，他可能会去找你。我却说没关系，夏宁很自信，他肯定会晾着我几天再来打电话通知我回去，他才不会抛下工作还得请假来找我，更不会低三下气挽回我。今天机场夏宁为我而哭，我猜他回去后肯定会懊悔不已，在我面前落了下风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又注意到手机上收到很多快递短信，通知我尽快去取。这才想起夏宁买东西都写我的手机号，方便我给他取快递。他自己从来都懒得取。我把短信复制下来，转发给夏宁，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。也好，省得麻烦了。接着，我跟楚玲聊起接下来的规划。他人很有趣，我说每句话都不会掉在地上。两个人没心没肺地大笑起来。回想我跟夏宁这6年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愉快地吃个饭，聊聊天，就连正常的夫妻生活也像是例行公事。现在想来，我都觉得这6年白白浪费了。如果我把时间放在工作上，可能早就不是这番天地了。这时，手机忽然震动起来，小舅子打过来的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接通。姐夫，今天的事儿实在是抱歉哈，你劝劝我姐吧。从机场回去就一直哭，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。我真怕她出什么事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其实我姐心里有你，她跟秦汉真没啥事。小舅子以前对我的态度可不是现在这样，他不是要钱，就是翻白眼，动不动就说他姐嫁给我白瞎了，哪怕他娶媳妇的钱都是拿我的，也不记恩。小舅子还想继续劝和，我却打断道：“你姐把我拉黑了。”那边愣了一下，连忙压低声音：“姐，你把林青拉黑了，他咋挽回你？”接着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夏宁过来接电话，音色沙哑，带着哭腔：“你还找我干什么？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你不说一声就把我抛下，自己去国外工作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说过不会惹我哭，可今天我为你哭了好多次，别以为你随随便便就……”我的耳朵被吵得都疼了。本来不想打扰他沉浸式的自嗨，可对面楚玲还等着呢，只好清了清嗓子：“那个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把你网购时的收件人信息改一下，不要把快递信息再发过来了。今天的信息我转发到你弟号上，以后我就不负责了。”说完，对面传来愤怒尖锐的一声吼：“林青，你混蛋！”幸亏我挂断的足够快，对面楚玲都吓得一激灵。咋了这是？我抱歉地笑了笑。我前妻。楚玲摸着下巴想了想，就是她上次把你扔在国外的，确实是不太厚道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真的放下了吗？她以前是怎么样的女生啊？她眨巴着眼睛望着我，我的眼前忽然闪现过一抹浅黄色的倩影。8年前，我跟夏宁在一场商业晚宴上相识。我在台上弹钢琴，她穿着浅黄色的晚礼服，痴痴地望着我。结束后，
他主动过来跟我交换联系方式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优雅，后来我们联系得越来越频繁，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，谈了2年恋爱，步入婚礼殿堂。起初，夏宁表现得很温柔，她也会为我做饭、洗衣服，在节日贴心地为我准备礼物，我也心甘情愿为她付出所有。可后来，她就越来越懒得对我花心思，一味地索取，一味地施压，直到现在，耗尽了我对她的所有感情。聊完过去的夏宁，我感慨万千，或许是怕我伤心，楚玲又主动分享了她的恋情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她也是刚分手。她跟前男友约好在国外留学完就回国，结果国庆前男友回国旅游，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就毅然跟她分手，回去结婚了。我俩算是同病相怜。吃过饭，她带我去附近逛街。上次来这里，我沉浸在被夏宁抛下的痛苦中，都没好好玩。这次可得玩个痛快。只是我被楚玲拉着摆好姿势，刚要拍照，夏宁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我挂断了，他就继续打。楚玲尴尬地说：“要不你先接，我去买2瓶水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接通后，夏宁委屈可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老公，我感冒了。”我没吭声。夏宁更加哽咽了：“感冒药在哪？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我有些无奈。茶几第2层，病了就去医院，我找不到，你回来照顾我好不好？夏宁委屈的撒娇。我正色道：“夏宁，我做的决定不是开玩笑，我们完了。可我不想，我没有同意，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你不能抛下我不管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都生病了。”这时买水的楚玲过来打招呼：“矿泉水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紧接着手机里传来一声愤怒的质疑：“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？林青，你在哪？我们还没离婚，你怎么能找女人？林青，你混蛋！”我马上挂断了电话。楚玲有些尴尬：“我刚才是不是不该说话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用管他。”接下来的游玩，2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的。到了河边，楚玲又认真地跟我说：“世界这么大，2个人相爱其实挺不容易的。你前妻看起来放不下你，你真的想好了？”我笑了笑：“覆水难收，就是因为太珍惜这段婚姻，所以我才离开的这么决绝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段爱情背后的辛酸。”到了傍晚，我跟楚玲分开，回了酒店休息。第2天正常到公司报道，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顺利，唯一就是得提高外语能力。这个我拜托楚玲对我1对1辅导。3天时间，我把房子租到公司附近，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直到第4天下午，我正在公司处理事务，突然接到通知，有人来找我了。我走到楼下，才看到夏宁，顿时皱起眉。夏宁朝我走过来，主动挽住了我的手臂。正好有同事经过，跟我打招呼，夏宁就笑着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林青的太太。”这时我忽然想到以前我去他公司接他下班，夏宁就让我离得远一点，生怕被同事看见。直到有次买东西被同事偶遇，夏宁却解释说只是普通朋友。我不明白他隐瞒是出于什么目的，还闹脾气，他却直接晾着我，最后不了了之了。现在他倒是愿意公开我们的关系了，可惜晚了。我把夏宁拉到人少的角落，开门见山：“说吧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”我本以为他不可能来国外找我的，可我还是低估他了。夏宁得意地看着我，扬了扬下巴，仿佛对我近在拿捏。“林青，辞职吧，跟我回国。”夏宁的命令让我觉得很可笑。以前我为他可以付出一切，可现在他凭什么以为我会因为他一句话就放弃我的事业？
我还清楚记得，她嫌弃我没有同事老公赚的钱多，对我冷嘲热讽。我想买个钻石项链都得犹豫，我闺蜜她们随便买。你好好反思下自己行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一点远大志向都没有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可若不是每次在重要的工作中被他一次次叫走，我又怎会还是现在的成就？我吐了口气，冷声道：绝不可能。夏宁的脸色微变，林青，我都千里迢迢来看你了，你就别置气了，跟我回去。说着就要动手拽我，我不想跟他拉拉扯扯，可他却吃定了我，非要我说个明白。推搡间，秦汉忽然冲过来推开我，林青，你别碰他。秦汉的出现，我又意外又觉得意料之中。夏宁的脸色却忽然有些紧张。林青，秦汉，他是怕我迷路才送我来的，你别误会。接着又着急跟秦汉解释，刚才他没打我。秦汉这才一副抱歉的模样，看着我道：不好意思啊，青哥，我也是太担心小宁了，我跟小宁真的没关系，你就别跟他吵架了。小宁她也不容易，自己一个女人跑到异国他乡，就算她再怎么惹你生气，你也没理由原谅。秦汉表现得总是那么正人君子，可我分明看到他眼底隐藏的得意和挑衅。我懒得参与他们这场游戏。夏宁，别再纠缠我了，好聚好散，不再多说。我直接离开。夏宁失魂落魄地看着我，好像难以接受。到了傍晚下班，我本以为他们已经早就走了，可一出公司门，夏宁就不知道从哪冒出来，拦住了我。他显然又调整好心情。林青，回家吗？我陪你。他执拗地跟着我，我不胜其烦，终于答应让他跟我回去。到了家，我打算跟夏宁敞开谈，谈清楚。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是因为财产分得不满意？夏宁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继续，那我净身出户，可以吗？夏宁半天没说话，良久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你以为我纠缠你就是为了钱？还能因为什么？我费解地看着他，因为爱吗？抱歉，这6年我都没感受到他的爱，现在我不要了。夏宁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，他忽然低下头，破天荒地道歉：对不起老公，是我这些年做的不好，我爱你，我舍不得离开你。上次国庆我找秦汉，我承认是有些精神出轨，可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这些年我被你宠得越来越自大，对你也没有耐心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别离婚好吗？放在以前，我做梦都想不到夏宁会跟我道歉，而且看上去好像真的反思自己了。可现在太迟了，太迟了！我正要拒绝，夏宁却忽然站起身，跑到了厨房。转身的刹那，我看到他眼眶红了。接着，夏宁开始做饭，这是结婚以来第一次他为我做饭。6年不做饭，他切菜连刀都拿不稳，差点切到自己的手，动作很笨拙。切完菜，他楚楚可怜地看着我，眼里泪盈盈的。我知道他是在示弱，企图引起我的保护欲。以前这招可能对我有用，现在我只觉得烦躁。见这招没用，夏宁放下菜，委屈地走过来，挽着我的手，强行靠在我肩膀上。我却不耐烦地甩开他，他也不生气，竟然开始脱衣服。老公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要孩子吗？我今晚就满足你好不好？原来夏宁知道我喜欢孩子，想当爸爸。结婚6年，比我们迟结婚的朋友早就生儿育女，可夏宁每次都拒绝，说生孩子对女人损害很大，她不生。我太爱她了，只好答应尊重她的选择。现在我只庆幸没有过早地把孩子带到世界上，这样也不会因为离婚觉得亏欠。夏宁脱了衣服，
我却掉头就走，一眼都不想多看。他哭得更伤心了，手忙脚乱地把衣服穿上。别走，老公，我穿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夏宁跑过来，拽着我的手，哽咽地求我：到底怎么样，你才能原谅我？我们回归到以前的婚姻好吗？以后我保证不会再骄纵了，我乖乖听你的。这份工作你不想辞就算了，我留在这陪你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我还给你带了礼物。夏宁从包里掏出个包装精致的盒子，打开后竟然是我们的结婚照，那张被他摔碎的照片。这张结婚照我不该摔的，我知道这样伤到你了，所以我又重新修补了。而且以后我答应你，每年国庆我都陪你去旅游，我们拍1000张，不，好几千张，几万张照片，好不好？我瞥了眼照片，只说了句：扔了吧。夏宁痛苦地看着我，好像拼尽了全力都改变不来我的决定。他下意识地发脾气：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我夏宁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人，你适可而止吧。这才多久，又暴露本性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过去把门打开，走吧，我不想再跟你废话。法庭见。夏宁气愤地瞪着我。你。这时楚灵正好走过来，惊讶地看着我和夏宁，我却感觉看到救星，拉上他就走。我请你吃饭。可是楚灵看了眼夏宁，夏宁红着眼，蛮横地推开楚灵。哪里来的狐狸精？我跟林青还没离婚，你够了！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彻底发怒。夏宁，滚！你让我滚？对，如果你有一丝廉耻之心，就滚！我的冷漠击溃夏宁的尊严，他崩溃地跑了出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听说他回国了，听朋友说秦汉经常在我家出入，跟夏宁很亲密。朋友本来还担心我会很伤心，我却乐得自在。终于1个月后，夏宁发来短信：回国办手续吧，我同意离婚。我火速回国，跟他在民政局门口相见。这是他第一次没有迟到。夏宁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尽的怀念和忧伤，我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这些天，你想过我吗？我沉默了。想过，但不是怀念，是后悔。但这种话当然不适宜在这种场合说。夏宁忧伤地看着我。好吧，我明白了，财产55分就好，谢谢你。接着，我们顺利办理了离婚，我回归单身，没有多待，马上回去跟楚灵分享好消息。这段时间，我对她产生好感，2个人相处进展很快。1年后，我跟楚灵回国，届时我职级提了2级，薪资更是以前的5倍有余。我们顺利的结婚生子。很多年后，我才听说夏宁的消息，原来跟我离婚后不久，他就跟秦汉结婚了。听说是奉子成婚。婚后，秦汉暴露了本性，不仅家务都要求他来做，还逼着他辞了职，一心照顾家庭。紧接着，秦汉就出轨了公司女下属，2人分分合合，也就2年不到，离了婚。夏宁独自抚养孩子长大，听说还给孩子改了姓林。我知道这个消息，有些唏嘘，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让孩子改成我的姓。他在怀念我们的过去吗？可终究是回不去了。幸福就是珍惜眼前人，我会携手我的爱人和孩子，度过每一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